综合战争研究所和 Deep State 的报道，经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确认，乌军在尤纳基夫卡一带阻击了俄军数轮进攻，成功向前推进了200到700米，并收复了安德里伊夫卡及其附近的定居点。在战斗中，乌军各部分工明确，作战勇猛。如乌军第22机械化旅联手第8特战旅海迪无人机团，使用阿拉尼亚1电子战系统对俄军进行电磁压制，导致俄军通讯中断长达47分钟。之后，利用信息差，乌军摧毁了库尔斯克方向俄军第72摩步师的弹药库和指挥部，爆炸形成了一条长达 1.5 公里的燃烧带。然后，乌军地面部队随即展开强突，激战至黄昏时，俄军主力被击溃，开始向比尔格罗德方向败退。又或是乌军第3特战团的敌后作战，在此役中立下大功。据悉，乌军第3特战团于凌晨3点穿插到了苏甲俄军后方，不仅炸毁了俄军在苏甲火车站的燃料储备库，还同时切断了俄军装甲部队补给线。接着，乌军根据特战团提供的坐标，使用雷霆2导弹和超过200架无人机，这才撕开了俄军防线，为后续部队的迅速跟进提供了条件。最终，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宽15公里、纵深8公里的突出部，将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实控区扩大至90平方公里。虽然占领的面积并不大，但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可以阻击俄军从此地向乌克兰境内发起的进攻。目前，俄军正紧急从顿巴斯前线抽调部队回援，会不会遭到乌军围点打援很难说。与此同时，乌军的空中打击也变得更加频繁，如乌军战机再次飞抵库尔斯克境内，在乔特基诺附近用2枚滑翔炸弹击毁了俄军的一个基地。另一方面，乌军无人机的常态化打击也在地战功。首先是 NASA 的卫星探测到罗斯托夫地区的阿特拉斯油库起火，接着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森林也突发大火，火势甚至逼近到附近的定居点。现在起火原因还没被披露，不知是否为当地游击武装所为。俄军方面则对乌军地面部队一个机械化旅训练场发动了导弹袭击。据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对赫尔松州达维多夫布罗德地区的乌军训练场进行了精准打击，并摧毁乌军10辆军用车辆以及配备无人机拦截装置的防空作战小组。乌军人员损失超过70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已成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而这也是1个月内乌军训练时第3次遭到俄军袭击。6月1日，乌军在第239训练场训练时就遭到了俄军导弹袭击，造成12死60伤。乌克兰陆军司令德拉帕蒂将军都因此引咎辞职。6月4日，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的地面部队训练设施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如今悲剧重演，这反映出乌军基层训练防护不到位，安全意识不强。乌克兰要尽快吸取教训，避免再次遭到俄军打击。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于库尔斯克地区显露颓势时，普京的坚定盟友金正恩立马要给俄罗斯送炮灰。据 Next A 新闻报道，朝鲜可能会向俄罗斯耶拉布加的一家无人机工厂派遣2.5万名工人。报道进一步披露，朝鲜在帮助俄军提高无人机产量的同时，也希望从中获取技术，制造自己的无人机。据悉，耶拉布加位于俄罗斯深处的达达斯坦，是俄军沙赫德无人机的重要生产基地。6月以来，乌军已对耶拉布加的无人机工厂发动了至少2次空袭，破坏了他们的生产车间。目前朝方尚未回应此事，但不久前绍伊古刚刚访问了平壤，希望对方增加军事援助。接着，朝鲜宣布向俄罗斯增派6000人，其中1000为军事人员，另有5000建筑工人。如果该消息得到朝鲜证实，大概率会和此前一样，这些朝鲜士兵将会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因为目前乌军仍实时向这个俄边境重镇发起袭击。与此同时，朝鲜还被爆出正在新建一座军工厂，向俄军提供武器弹药。该厂的规模将是全国最大的，但目前相关消息还未得到证实。如今，朝鲜军援俄罗斯已经被广泛报道，开始他们是提供炮弹一类的支持，后来则派遣了部队，因此现在建厂援助，火力军并不感到意外，就是不知道普京给了金正恩什么，让朝鲜这么拼命。乌东战场，俄乌双方继续上演装甲绞肉战。在乌东库皮扬斯克至红利曼一线，双方进行了装甲对轰。首先是乌军第47旅使用无人机和海王星导弹，率先对俄第25集团军第164旅发起了猛烈打击。猝不及防的俄军在遭受重击后，很快反应过来展开反击。俄乌双方战至次日凌晨，最终先手不利的俄军第164旅在丢下一路燃烧的设备后向南溃逃，而乌军则收复了迪布洛瓦等多个定居点。与此同时，俄军则在多布罗皮利亚轴线附近集结了24辆装甲设备，然后对乌军阵地发起突袭。
乌军第55炮兵旅和无人机部队随即投入战斗。在使用大量炮弹和无人机后，共击毁了俄军20辆坦克装甲车，俄军被迫退出战场。近来，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成为顿涅茨克的新热点战区，预计接下来俄军还会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线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战顶研究中心负责人安德留申科通报称，6月22日，乌克兰军情局特战分队与其他部门合作，在俄战区莱瓦格涅至莫洛长斯克之间的铁路段上，摧毁了一列为俄军运送燃料的货运列车，11节油罐车连环爆炸，为前线乌军分担了压力。在战争之外，乌克兰空军再添新设备，从捷克手中接收了一款新军机。据图片报披露，乌克兰从捷克接收了首架轻型双座飞机 Shark， 预计很快将投入战场。据悉，该飞机配备的电子战系统将能用于探测和追踪无人机，只要能成功捕捉俄军无人机， Shark 就可以直接利用干扰器来击毁无人机，这将增强乌克兰的空中打击能力和降低防空拦截成本。与此同时，除了直接的援助外，德国则对乌克兰的军工装备提供了更大的支持。据 Nextday 新闻报道，德国将和乌克兰联合研发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为此德国拿出了50亿欧元。据悉，该导弹的有效载荷将是美国 ATACMS 导弹的2倍，这意味着今后俄军前线后方300公里内的掩体和基地都将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内。现在德国正在成为远乌第一大国，按照他们的军工制造能力，一旦和乌克兰共同研制装备，对基辅来说绝对比送武器还重要。另外，挪威也将和乌克兰开发新的防空系统。早些时候，挪威军工巨头康士伯公司和防长桑维克一同抵达基辅，这也是后者首次访问乌克兰。据悉，康士伯公司正是 NASAMS 防空系统的研发商，目前他们已在乌克兰设立了办事处。接下来，他们将为乌军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拦截弹的量产、海基防御系统的增强等。尽管乌克兰近来获得了另一套爱国者系统，但防空仍然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最关键的是，爱国者导弹的数量有限，成本较高，而美国的供应可能随时被掐断，因此基辅必须提前做打算。最后，基辅方面还确认到，加拿大将对乌克兰的直升机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样用以拦截沙希德无人机。具体情况是6月23日，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乌克兰今年将获得欧盟和加拿大承诺提供的额外安全援助，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吕特还强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不可逆转。由此可见，随着乌克兰盟友继续提供更多援助，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一边。值得注意的是，据天空新闻网的消息，北约匿名官员向媒体表示，北约国家已就海牙峰会声明已达成一致，到2035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各国 GDP 的5%，其中东欧国家对俄防线的建立就是提升计划的一部分，且已在行动中。俄军是扩张威胁欧洲安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展开了名为波罗的海防线计划，即沿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建设横跨东欧的防线。据 Defense24 报道，继波兰开启该计划后，爱沙尼亚已开始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南边界建造永久性防御工事。目前第一阶段是在塞托马地区挖掘数米深的反坦克壕沟，爱沙尼亚为此已拨款440万欧元。与此同时，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城市纳尔瓦建立新军事基地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据悉，该基地将可容纳200多名士兵，并扩大北约盟军的驻扎范围。纳尔瓦因其战略位置，目前作为前哨观察和后勤枢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据爱沙尼亚当局估计，到2025年底将建成28座用于储存弹药和军事装备的掩体及基础设施。而先一步进行制造的波兰，其负责的防线长达700公里。为了快速建设防线，波兰已调动大量消波块，充当龙牙反战车设施，并设立避难所、雷区和射击阵地。这种施工区域总共有高达30个地点同步进行。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哈梅内伊会如何表态？伊朗若是同意停火，其会引咎辞职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